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黄晓明前几天好不容易堆起来的口碑又塌了。芒果综艺中餐厅7这一季依旧是黄晓明店长，只是初期采用双店长模式，企图激起大家的好胜心。在一众嘉宾中，帅气小生许光汉的面孔尤为突出。前几年凭借一部《想见你》爆火全网，一出屏幕的少年感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演出来的。李子维成为无数少女的理想型。即使在这部剧之前，许光汉的一部名为《海吉拉》的电影就引起了不少观众都好感。这是一部会让人有惊喜的纯爱片，许光汉将男主诠释的异常让人心动。喜欢一个人，就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能包容接受。也许正是因为他从不局限自己的风格，不断尝试和进步，才能成功被观众们看到。许光汉这股风从港台刮到了内地。在中餐厅节目中，我们能够看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，也能从每个嘉宾身上学到一些东西。我的视角大多数时候都放在许光汉的身上，当然不只是他年轻帅气。据悉，他成为一名正式演员之前在餐厅打工，穿着最普通的服务员工装，给客人点单送餐，争取能够养活自己的薪酬。在节目中，他的话并不多，大多数时候都在默默做事，或是跟着林大厨学技术，不像是内娱中的流量，更像是来兼职的大学生。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次他们的一组赢了，第二天可以休息。许光汉说他不想第二天被安排，只想安安静静享受这座城市。乍一听我觉得很奇怪，来录节目的人无不想要多点镜头，有的一心钻研搞事学问，有的故意虚张声势，他怎么有种要逃离这个节目的欲望？后来我明白了他的心情，在镜头面前他显得有些拘谨，那是和拍戏时完全不同的状态。和同伴之间的交流，他从不越界。或许许光汉至始至终都想要享受这趟旅程，因为他清楚自己的身份是演员，而不是综艺咖或者哗众取宠的流量明星，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。这一季还是无处都有黄店长的身影，他和许光汉的交集有2次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第一次是他问许光汉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，除了吃瓜群众，明星也对这种八卦感兴趣。许光汉尴尬一笑，而后给出答案。第2次，黄晓明又问许光汉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许光汉这一次有些坐立难安，硬着头皮回答，我一直都挺想要的，但要有对象。话毕，尴尬喝水。有一说一，黄晓明对于许光汉太关注了，不怪有些人说他看上了许光汉。实际上，这2次是黄晓明站在粉丝视角的试探，同时也有为节目考虑收视率的嫌疑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这种画面觉得很不舒服。在流量女友粉遍地的时代，演员成为了女孩们 X 幻想的对象，他们似乎离自己的本职工作越来越远了。不是每个演员都是明星，很多不追星的观众都表示希望内娱多更多许光汉们。再说回这次事件的另一男主黄晓明，作为出道25年的70后当红艺人，黄晓明深受无数人的仰慕与关注。记得当年他与杨颖的世纪婚礼，在娱乐圈中掀起了一阵巨大的轰动，简直是婚礼中的天花板了，光费用就耗资了近2个亿。据了解，大半个娱乐圈的当红明星都到了现场，婚礼的现场布置的如同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一样，或许是寓意着王子和公主走向了幸福的结局。可是6年后的他们依旧恢复到了单身的状态，正因如此，离婚后的简直就是人生的最大赢家。不仅拿到了25亿元的资产，事业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巅峰时期。早在杨颖出道的时候，就有关于她整容的传闻，但是她一直都否认自己整过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杨颖从香港一路杀进内娱，出道这么多年，虽然没有多少的作品和精湛的演技，但还是成为了当红小花。当然，她能在娱乐圈中有这样的成绩，完全离不开黄教主的帮衬，让她更上一层楼。在娱乐圈中，有很多明星都是曾经红透了半边天，而现在却很难再在荧幕上看见他们的身影，即使他们早已变成了商业巨鳄。而黄晓明就是其中一个，从观众眼中的霸道总裁形象变成了公司的大老板。或许黄晓明的霸道总裁形象并不是演出来的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富豪。黄晓明一出生就在山东青岛，他的父亲名叫黄敬清，
是青岛电业局的工程师，黄晓明的母亲是国企的干部，所以说黄晓明的家庭条件是十分的优越的。小时候的黄晓明长得就非常的可爱，再长大一些更是眉眼清秀，在学校就很受欢迎，很多女生都把他当作是校草。7岁的黄晓明就曾有一次可以上电视的机会，但是由于年龄小，当导演前来邀请他演戏的时候，他就躲在妈妈的身后也不作声。无奈之下，那个导演只好另找他人，因此黄晓明也失去了一个能以童星身份出道的机会。后来黄晓明阴差阳错的就得到了北京电影学院面试资格，他着急忙慌的在赶去的路上发生了意外，一辆汽车直接从他的脚背上压了过去，但是为了不再次错失机会，黄晓明强忍着疼痛，拿着一根拐杖到了学校。老师看见他这样，一开始是不准备录取他的，但是由于黄晓明真诚的态度，老师最后破格将他录取。大二的时候，黄晓明就有了一次拍广的机会，他也拿到了一笔1500元的工资。大学毕业后，黄晓明就得到了演戏的机会，大汉天子的导演很欣赏他，于是让他出演了汉武帝的角色。凭借着这部剧，黄晓明也一夜爆火，还曾演唱了奥运歌曲 One World One Dream， 但是因为他的英文发音不标准，被人嘲笑了好一阵子。后来黄晓明就参演了《鹿鼎记》，还曾和胡可、应采儿闹出了一系列的绯闻。人红是非多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2009年，黄晓明就通过熟人的介绍认识了嫩模杨颖，从此两人便展开了一场关于爱恨情仇的故事。黄百鸣把杨颖介绍给了黄晓明认识。据了解，两人第一次的见面的时候就在 KTV 消失了2个小时。当时黄晓明还有一个正牌女友李菲儿，因为这件事情和黄晓明提出了分手。刚认识黄晓明的时候，杨颖才20岁，她还只是一个初入茅庐的小模特。黄晓明早已在娱乐圈混得有姓有名了，凭借着自己甜美可爱的外表，黄晓明也被杨颖吸引到了。当时两人还一起拍了一个广告，黄晓明在拍摄期间就一直逗杨颖开心。再后来，在杨颖过生日的时候，黄晓明开着一辆豪车将她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杨颖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两人的恋情正式公之于众。面对这样一个有颜有钱的男朋友，任何人都表示很羡慕。黄晓明也为了让他开心，更是亲手把他捧上天。只要有好的资源，黄晓明都会第一时间把他送到杨颖的手里，还拉着他一起签约了华谊兄弟。夫妻2人在娱乐圈混合双打，最著名的画面的就是黄晓明去参加了杨颖的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，两人在镜头前恩爱的样子，现如今再看也挺惋惜的。而对于杨颖的演技，黄晓明更是花重金投资她，还曾让她和老戏骨刘德华一同出演电视剧。但是对于杨颖那拙劣的演技，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当时她和刘德华有一场戏是需要哭的，哭不出来，乃只好上工具，2个工作人员纷纷上手往她的眼睛里滴眼药水。站在一旁的刘德华看到这一幕是震惊的，他瞪大了双眼，表示不可思议。他或许没想到，原来年轻演员都是这样演哭戏的。直到现在，杨颖的演技也依旧不被观众认可，此路行不通，黄晓明就找人脉带她上综艺节目，这也是杨颖之所以能在奔跑吧常待的原因。2015年那场名扬海外的婚礼，正是黄教主为杨颖举办的。成为黄晓明的妻子后，杨颖的资源更是如日中天。婚后2年，杨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小海绵。而黄晓明在华谊的同时，也抓住了商业机会。他先是认购了180万元实股投资，后来就跟着朋友一起买卖红酒，仅仅半年他就挣到了1500万。有了名气之后，黄晓明就成立了高尔夫俱乐部，圈内很多明星都去给他捧场。据了解，在当时占据了国内高尔夫产业的半壁江山。就在两人的婚姻看似幸福的时候，2020年就传出了两人离婚的消息。直到2022年，两人宣布了离婚的事情，孩子也跟着杨颖生活。关于离婚财产，杨颖也被分到了一大笔资金。在两人离婚后，双方在镜头前从未说过彼此的坏话。作为孩子的父母，他们2人也会经常带着孩子出去玩耍。只是杨颖最近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，就连奔跑吧兄弟上也没有了他的身影。杨颖一直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兢兢业业地努力着，虽然他永远都不会缺钱花，
但是他依旧很努力的上节目挣钱。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他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希望他能尽快正视自己的错误，给大家树立榜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